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拜登、莫迪寻求加深纽带，但地缘政治有益有限。外交官，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周内会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因为盟国将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全球影响力。在莫迪于6月22日访问美国参加国事活动之前，两国领导人将出席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几次峰会和会议。然而，尽管接触越来越多，但两国及其领导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和民主理想有所不同。批评者还指责莫迪破坏了印度的民主传统。尽管如此，双方都有经济和政治激励措施，促使两国共同努力。对美国来说，该联盟在亚洲制衡了中国，并说明其在长期稳步前进的博弈中扩大对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印度希望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依赖，同时也与美国合作，以抵消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影响力。2023年泰国大选结果，反对派获胜，但前进道路不明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自2019年以来首次全国大选的初步结果，泰国反对党前进党和为泰党以显著优势战胜保守派和军方支援的同行。前进党赢得了151个席位，标志住最大的席位份额，并且超出了预期，在曼谷的33个席位中占32个。与此同时，为泰党赢得141个席位，邦杰赛党以71个席位排名第3。该党在大多数选举前民意调查中领先，但关于为泰党与帕朗普拉查拉特结盟的传言，可能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支援民主的青年选票。如果两个反对党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为泰党现在将担任初级合作伙伴。通往376的最简单途径是邀请邦杰赛加入联盟，但似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前进党将自己定位为改革派政党，承诺起草新宪法。然而，布马贾泰和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似乎不愿意修改泰国刑法第112条，该条禁止批评泰国的君主制。美国会发现与民主选举的泰国政府合作比与军事独裁政权合作要容易得多，因为双方将能够修复巴育统治下过去10年挥之不去的不信任。中国的 LGBTQ 空间正在缩小。外交政策，成立于2008年的倡导组织北京 LGBT 中心本周突然宣布关闭。该中心成为中国 LGBTQ 权利的灯塔，但与其他公民社会团体一样，近年来它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过去10年中，从有针对性的远景骚扰到拒绝活动许可等措施，使中国的 LGBTQ 空间面临压力。歧视性政策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大学，政府机构也支持转化疗法。一些评论员称赞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中国外交官王毅之间的会晤是中美关系中罕见的亮点。但从中国外交部上周的声明来看，很难将沙利文与王的会谈视为突破。最近几天，中国外交部指责华盛顿从经济胁迫到政权更迭。香港官员正在系统地从该市的图书馆中移除中国政府不赞成的书籍。去年，数以千计的书籍，包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和未经批准的中国历史记载，已经从书架上消失了。是时候支援日印领导印太和平了。外交官，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多边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埃里克·邦纳 （Eric Bonner） 表示，日本今年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是该国深化与印度关系并推动对印太地区采取更有利和公平方法的机会。尽管7国集团已表明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发展和安全，但东半球是多样化的，这为西方充分利用其影响力带来了挑战。因此，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了解印度在该地区的独特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为印太事务采取有机、替代和务实的方法提供了机会。印度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它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整个的区持续强大的双边关系。俄罗斯的囚犯士兵有自己的残酷规则。外交政策，俄罗斯瓦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 是一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雇佣军公司，一直在招募前罪犯作为士兵，提供自由以换取服兵役。俄罗斯军队同样开始招募囚犯，这一发展正在重振该国的盗贼文化，一套严格的纪律、法规和社会等级制度管理住俄罗斯地下犯罪的日常生活。
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时代的古拉格演变而来的，并具有苛刻的重刑制度。在囚犯中，卑微的攻击或被冒犯的人永远无法希望从底层爬上阶梯，而被称为 Black Me 的职业罪犯是囚犯等级制度中的最高权威。潜规则确保超出规则的囚犯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些被称为 Ponyatia 的规则包括关于适当的罪犯应该如何行动的详细积极建议，以及对各种行为的严厉禁止和相应的惩罚。权力掌握在刑事当局，尤其是 Black Me。这群超级顽固的职业罪犯被视为黑手党或黑帮黑社会的长老，相当于有组织犯罪的教父。新兵可能被一个看似陌生的世界的归属感和认可感的承诺所吸引，以及实际优势，例如免除兵役、赦免以及来自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部队之一的某种社会地位。然而，很明显，继续招募来自妥协背景的个人，只会进一步加剧克里姆林宫参与犯罪活动，对更广泛的俄罗斯社会产生潜在的危险影响。为什么美国应该关闭其海外军事基地？外交政策。美国正在审查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因为它试图从该的趋转向对抗中国。据估计，美国有750个海外基地，分布在80个国家，占世界海外军事基地总数的75%至85%，一直是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基石。然而，越来越多的运动主张美国放弃海外基地，并将军队带回家。菲利普·桑兹 （Philip Sands） 的著作《最后的殖民地：流亡、正义和英国的殖民遗产的故事》（The Last Colony: A Tale of Exile, Justice, and Britain's Colonial Legacy） 强调了美国和英国如何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强行将查格斯人驱逐出他们的祖先家园，为在查格斯迪戈加西亚岛建造美国军事基地让路。2月，人权观察发布报告，谴责这些行为是危害人类罪，标志住该组织首次在跨大西洋国家门口提出此类指控。批评者认为，美国军队的全球存在非但没有保证美国的安全，反而将其卷入鲁莽和不受欢迎的冲突，挑起敌人，而不是威慑他们。虽然海外军事基地可以安抚盟友，但他们也可以让盟友对自己的防御态势沾沾自喜，几乎没有动力在自己的能力上花费更多。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强烈反对也可能导致当地居民及其领导人的不满，疏远基地旨在安抚的盟友。巴基斯坦强大的军队是否岌岌可危？外交官。巴基斯坦 Tehreek-e-Insaf (PTI) 党的支援者对其领导人伊姆兰·汗 Imran Khan 于5月被捕感到愤怒，破坏了高级军官的住宅和政府设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虽然政府坚称汗的被捕是公正法律调查的产物，但 PTI 声称这位前总理一直针对军方的指示。巴基斯坦强大的军队有着悠久的政治干预历史，虽然其他反建制政党可能会批评他，但 PTI 是他几十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该党削弱了其霸权，揭露了腐败，并挑战了其政治干预。巴基斯坦的自由派和进步阶级曾经支持反对军事干预政治的政党，对政治迫害和对 PTI 的镇压视而不见，很少有人谴责他，加剧了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分裂，几乎没有给民主在该国蓬勃发展留下空间。中国对巴基斯坦友好建议的背后。外交官。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警告巴基斯坦，要把重点放在改善经济和防止政治不稳定上，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务实的，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的利益得到满足，那么北京就会与任何掌权者合作。然而 CPEC 中巴经济走廊的人和钱在问题不仅可能影响专案和中国投资，还会威胁两国之间的善意。巴基斯坦不断恶化的经济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以及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加，可能意味着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雄心可能会动摇。巴勒斯坦继承危机。外交事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 正面临危机，因为其年迈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尚未指定明确的继任者。自2005年亚希尔·阿拉法特去世以来，阿巴斯一直担任当局首脑。在他的领导下，改革被指控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当局的努力陷入困境。在今年的民意调查中，约有8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腐败。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这种幻灭，增强了哈马斯在加沙的受欢迎程度。现年87岁的阿巴斯拒绝制定选择继任者的程式。
他的死亡或下台决定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暴力斗争，不仅威胁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治理，而且威胁到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阿巴斯通过控制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控制立法机构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他还是法塔赫党的领导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尽管当局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但他仍然是西岸的管理机构哈马斯管理加沙。西岸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人们担心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当地好战团体可能会出现，填补真空。哈马斯还一直在努力通过强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失败和挑起以色列的袭击来破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稳定。继承问题增加了当局面临的挑战。尽管有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贾布里勒、拉朱布和马哈茂德、阿鲁尔以及马吉德、法拉杰和海山、谢赫等人物也可能出现，但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支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总理和前外交部长将自己定位为妥协候选人，而流亡的法塔赫领导人穆罕默德·达兰可能成为国王。由于阿巴斯没有明确的继任者，在为时已晚之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制定继任计划的压力越来越大。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